怎么回事？我怎么这么晕啊？嘿嘿嘿嘿嘿嘿！没想到我还能睡到西家嫡女，这辈子值了！来吧！值了，那你就活到这儿吧。明明基地爆炸了，我该丧命了才对，怎么会在这里？还中了烈焰毒！西渊，你带我来这里做什么？快放开我！堂姐，这是妹妹特地孝敬给你的好东西，一会儿药效发作，保证欲仙欲死。王麻子，我们走了，它是你的了。我居然穿越了，还继承了原主的记忆。夕阳，你死得真冤。不过，既然用了你的身子和身份，我一定会替你报仇的。眼下最重要的是找个男人解毒。这长相，这身姿，这波不亏。谁？你好大的胆子啊！兄弟，大哥商量呗，帮我个忙。你是西家嫡小姐西阳，摄政王宗正宇，放肆狂徒！本王要将你们西家满门抄斩！糟了，我居然逼动了整个王朝没人敢惹的阎王爷，真是太社死了！原主还向摄政王表白过。你从前对本王求爱不成，现在还想用强，简直不知廉耻！王爷，你中了百丈寒毒，我中了烈焰毒，我们刚好能互相解毒，这波你也不亏啊！从我身上下去！对不起了。再说了，你忍得住吗？大家快来看看啊！堂堂西家嫡女，居然跟一个男人拉拉扯扯，真是不知廉耻，不守妇的。就是他下毒害死原主的。我的好姐姐，你真是糊涂，居然把清白身子交给这个贱民！你这样做对得起你未婚夫吗？你这么肯定他是贱民，难不成他是你找来毁我清白的？胡说什么呢？你平日就浪荡，今日喜欢这个，明日又看上那个，这次居然找了这么个低三下四的贱胚子，那我西家颜面何存呢？今日你带了这么多人过来捉奸，为何不来看看你口中这个贱民是何人呢？摄政王，参见摄政王。带我去哪儿啊？走，去哪儿啊？这是。还不把事情如实招来？摄政王饶命！本人王麻子，是他给了我10两银子，让我陷害西家嫡女的。不要乱说！堂姐，我跟你无冤无仇，怎么会陷害你呢？居然把我卖给这么个垃圾玩意儿！你自己勾引男人，还打我，是不是欺人太甚了？你一个三房庶出，
也敢陷害嫡系，我就是把你打死在这儿，也不会有人说什么。嫡女又如何？你一个名声败坏的女人，凭什么对我动用私刑？本王做主，就不算私刑。你还不承认是吧？那好，那我就把整个三房都交来与你对质，到时候就不是你一个人的锅了，而是整个三房都跟着你陪葬。我数到3，1、2，是我干的，与三房无关。王麻子，斩立决。西云，杖责30，生死不论。给我拖下去！王爷饶命啊！王爷饶命！王爷饶命啊！王爷，王爷饶命啊！王爷饶命！夕阳，你给我等着！你跟我过来。王爷，今日之事，你这个女人卑鄙下流，不要脸！要命比要脸更重要，不是吗？摄政王，今日过后，你已身败名裂，你还有何颜面苟活于世？难不成王爷想娶我，以保全我的名声？哼，我就算是娶母猪，我也不会娶你。我就算是嫁给公主，也不会嫁给你。夕阳，我要不是被某人给陷害了，我也是迫不得已找你解毒。既然这便宜你也占了，这事儿咱们就翻篇了。你不会真的以为本王有很好的脾气吧？况且我会医术，可以帮你解百丈寒毒。好，本王今天饶你不死。那行，今日我先回西家，明日我再来给你解毒。告辞。主子，西小姐与宁北侯嫡子萧谦有婚约，现在她失了清白，这以后的日子恐怕也不好过了。定北侯若是敢为难西家，让他随时过来找本王。祖母好。西家的脸都被你丢尽了，跪在这碎片上，给我跪下！我有什么错？我是被西云陷害的，按照家中的规矩，应该把他逐出门户。你凭什么执行家法？你咄咄逼人，非要逼死我女儿才肯罢休吗？三叔，你要这么心疼你女儿，就别让她出来陷害人。她又不是我生的，我凭什么惯着她？反了天了你啊！婚前失贞，玷污门楣，你个后辈，还敢撺上三叔的脸了？你未成亲就让未婚夫蒙受羞辱，败坏了西家和萧家的名声，你赔得起吗？是西云的错，要赔也应该是他赔。不如我们就把西云带到定北侯府，将他杀了，给萧家赔个不是。夕阳，西云和你无冤无仇，你为什么要诬陷他？诬陷？此事可是摄政王做的主。祖母若是对摄政王的决断不满，我们可以直奔王府，让摄政王重新给您签字画押。你看看，你生的好女儿，我
一人做事一人当，你当我父亲做什么？此事已经发生了，我断不会嫁给萧家子嗣，这婚我要主动退。父亲，此事就拜托您了。好，你就这么纵容他？这个家迟早要被他玩完了。想我穿越前堂堂一中西医精英，现在居然要留在这儿跟人宅斗，不行，还是得开个药房自力更生。但是上哪儿找资本开呢？谁在哪儿？嗨，摄政王。找我何事？宗正宇，我们来谈个买卖吧。我能给你解毒，自然是需要一个小药房来制药。至于这配置嘛，大部分用来给你制作解药，我只需要一小部分。在本王面前以公谋私，说得如此坦荡，脸呢？你先看一下嘛。这就是你说的小药房？我相信，这肯定难不倒尊贵的摄政王殿下。这不仅能为你解毒，还能为您广开财路。异想天开，本王拒绝。哼！这很合理啊，别那么小气嘛。你想找靠山，居然找到本王头上来。反正我的名声都扔在你身上，我能给你治病，再换一些安身立命的东西，这有什么错？安身立命？没错，我要自力更生，我不想回到西家遭受白眼。你倒是挺有志气嘛。哼，这么说你答应了？哼。你说这也不可有法子啊！不可以，真是我也不是太过分。二哥，祖父这是怎么了？祖父病又重了，太医们都束手无策。要是能找到一个医术更高明的大夫，给祖父医治就好了。李太医，求求你救救我们相爷吧！恕我等才疏学浅，敢问夫人，府上还有没有其他精通医术的人？太医院都没办法，我们上哪儿找去？要不让我来试试。夕阳，平日你怎么胡闹我不管，相爷性命攸关，岂容你胡闹？席小姐，你和男子的私事都拎不清，就别插手这行医治病的事儿了。医术并非儿戏，门外汉想充行家，您开什么玩笑？从小到大你摸过药吗？就连吃个药都矫情半天，还说会治病，别丢人现眼了。别叨叨了，吵死了！万一祖父真的一命呜呼了，我看你们到时候哭都不会有眼泪的。苏沫，给祖父治病要紧。李太医，你放心，我不会拿人命当儿戏的。西小姐若是真懂医，那便试试吧。祖父并不是得了什么重病，而是肝部和肺部中毒了。若是中毒了，太医院怎么会看不出来？门外汉信口胡诌，也不怕闪了舌头。夕阳，你不要再胡闹了，你给我滚出去！在下有眼无珠，想不到西小姐的医术竟如此精湛。
在下行医数十载，竟不如西小姐目光如炬啊！老夫人，相爷确实是中毒了。夕阳，你怎么可能会看病？你什么时候学的医术？就在你成天说我混日子、不学无术的时候。请西小姐赐教，这毒如何能解？这儿闲杂人等太多了，先让他们出去吧。夕阳，你要是治不好你祖父，到时候你就以死谢罪了。李太医，这解药的研制还需要一些时日，眼下只能先用这些固本培元的汤药，先稳住元气。想不到西小姐还精通制药，老朽甘拜下风。杨妹，祖父他来人，西洋大言不惭会医术，企图谋害相爷，把他给我捆起来。是。我连摄政王都不怕，我还怕你不成？夕阳，父亲都被你害成这样，你不过是个破鞋，你以为摄政王还会帮你？他给我拿下！是，老夫人，摄政王大驾已到门外。你说什么？摄政王？参见摄政王。本王听闻丞相病重，过来探望。丞相府出了个逆女，企图想谋害相爷。摄政王，借一步说话。怎么？我祖父被人下毒，我想请大神借个神力。你们西家的事儿与本王何干啊？万一我怀了你的孩子，是不是就跟你有关系了？孩子，本王与他的孩子会是什么模样？你有什么资格怀本王的孩子？丞相倒了，朝堂动荡，来个新丞相，提议皇上亲政，你说到时候跟摄政王有没有关系啊？你胆子倒是不小呀，敢妄议朝政。那你就说，我说的对不对吧？那本王帮你拿什么来换？要不我给你物色一个新王妃。哎呀，你就说你要什么嘛。先牵着。王爷纡尊降贵来相府，不会真的为了帮西洋吧？孤男寡女共处一室，呸！不知廉耻，不清不白的女人，王爷怎会替她出面？我这是怎么来了这么多羽林卫？母亲别怕，肯定是西洋谋害父亲，要被王爷抓回去问罪了。从今天起，祖父的病由我一人过问，未经允许，不得有人私自见祖父。开玩笑，你谁呀？母亲与父亲乃是夫妻，何时见面也轮得到你管？你们放开他！西洋，谁给你的资格敢拦着我们？闭嘴！这是摄政王的命令。传王爷口令，调100羽林卫，供西洋小姐差遣，未经任何允许，任何人不得踏入相爷院子半步。遵命！遵命！快走！谢谢你啊，摄政王。怎么，用完就扔啊？西洋，你怎么了？走！松手！松手！松不了手，我毒发了，你得帮我。你毒发你自己忍，你凭什么要本王来忍？
你不愿意？你说呢？那王爷请自便吧，我自己去找人。站住！你要去找谁？不用你管。你你要干什么？我帮你。这个毒就没有别的办法解吗？能解，但需要特制的金针。我不相信西家人，就只能找你给我打造了。那你信得过本王吗？大家都说摄政王是惹不起的阎王爷，可在我眼里，其实你骨子里一片清澈，而西家那群人就不一样了，都是阴沟里的臭虫。别让其他男人碰你。金针我会命人打造的，还有之前约你的药铺也正在修建。在此之前，你先去御药房制药。谢谢摄政王。御药房目前就这配药监控着，西小姐自便吧。你们两个把这打扫一下吧。跟你们俩说话呢。你把这打扫一下，还有你带我去冰窖取药。奴才们虽然品级低，但是在宫里做事就是皇帝的奴才，不是西小姐你个臣女能使唤。要扫啊，你就自己扫吧你。你竟敢打我你！要不要我去把摄政王叫过来，亲自请你们两个打扫啊？西小姐，奴才领西小姐去冰窖。西小姐请。区臣女敢打我，那就别怪我狠心。哎呀，西小姐，冰窖的门被人从外面锁起来了。这个穿越本真是一天闲鱼都不让我做。哎呦，完了，我们要冻死在这儿了。别急。哎呦，怎么这么多烟？快把门打开！是，快呀，快点啊！公公。要收了！西小姐，你在干嘛？这是御药房最珍贵的药材，这是皇上的药膳食材。又 Q 又弹。西小姐，你好大的胆子！来人，把她押到摄政王面前问罪！这可是杀头的死罪啊！你死定了！王爷，西小姐她胡作非为，请王爷一定要为御药房做主啊！你以为你爬过王爷的床就可以作威作福？王爷根本不把你放在眼里，你就等死吧！放开他！你放开我！你说说看是怎么回事？这也不怨我呀，我被人锁冰窖里了，我只能自救了。是谁把西小姐关冰窖的？回禀王爷，御药房把最脏的配药间分给了西小姐，太监小盒子不愿打扫，引发口角，怀恨在心，把西小姐关进了冰窖，而且西小姐还烧了名贵药材，烤了皇上的药膳。只是这样？对，就这么简单。这还简单？损坏公物、偷吃药膳，这可是杀头的大罪啊！掌事太监，撤职。太监小盒子，拖出去，杖毙。王爷饶命啊！王爷饶命啊！奴才再也不敢了，奴才再也不敢了！王爷饶命啊！再也不敢了。臣女谢摄政王为臣女伸张正义。等你治好了本王的毒，到时候我再找你慢慢算账。为答谢王爷，臣女现在就去给王爷制药。
织了一天要累死了。小心！怎么是你啊？失礼了，我是怕你有危险我才闯进来的。原主这前未婚夫妥妥的高富帅，不过比起某摄政王嘛，还是差了一大截。小妹，萧世子，我们早已解除婚约，你这样叫我，别人会误会的。你果真与摄政王？对，我们睡过了，可那都是被人陷害，我逼不得已，所以才毁了你的名声。但是我之前对你也没有男女之情，所以抱歉啊。摄政王不会娶你，对不对？对啊，那又怎么样？既然他不会娶你，你为何要与我退婚？杨妹，你只要说你不想解除婚约，我就立刻说服我的父母恢复婚约。我拒绝。萧谦，我都给你戴绿帽子了，你一点都不介意？我相信你的为人，这件事情只是一个意外，我怎么会因为你被人谋害而与你退婚呢？请你再考虑清楚，我会一直等你的。完了，遇上绝世恋爱脑了。王爷，西小姐她……你与本王说这些做什么？她与谁见面，跟本王有什么关系？深夜里在院子里搞3念4的，你是还嫌你的名声不够烂？宗正宇，你要干什么？你的手怎么了？是他伤了你？什么？我这是给你做药引的时候弄的。我的毒血对你的寒毒有治疗加倍的效果。想不到他还挺重视本王的。按照咱们之前的约定，这些都是你应该做的。你很闲吗？来这儿做什么？本王来，金针做好了。哎呀，这种事情让下人送就好了。哇，王府出品，必属精品啊！来，你把衣服脱了，我现在就给你做第1疗程施针解毒。可你的手上不碍事儿。这般机器果然对本王很上心。快脱呀！你发什么愣啊？夕阳，你一个女人能不能要点脸？哎呀，麻溜的吧，磨磨唧唧的。你，那个，我刚才也不是故意的，亲了我你也不吃亏。这是萧谦送给你的定情信物，这不是很明显吗？你还问？都退婚了，你还留着做什么？有没有可能是萧谦自己脑子被驴踢了呢？是他对你余情未了。你问我，我怎么知道？玉佩没收，本王亲自送给萧谦。怎么？舍不得？怎么可能？大恩不言谢。你当真舍得？拿走，拿走。看他这般没心没肺，也不像是喜欢萧谦的样子。参见王爷。谢小姐，您吩咐的药已经煎好了。已经好了，喝吧。参王爷可是有洁癖呀。我得走了，去给我的祖父施针。王爷，要不奴才再去煎一碗？不必了。
李太医，我祖父的毒就按这套针法去清，每日1次，就有劳李太医了。不敢，能学到西小姐的针法，老朽受益匪浅呐。我们走吧。杨妹忙了一天，饿了吧？二哥让人给你做了早膳。好。杨妹。没事吧？睡，别跑！哦，西云的丫鬟。夕阳，你疯了！你凭什么赶我走？西云，你若不惹我，兴许我还能容你留在府里混日子。可你偏要在我面前蹦，真当我是吃素的？夕阳，你太过分了！夕阳，你非要把西家闹个鸡犬不宁吗？老太太，怎么每次一出事，你就认定是我闹的呀？你，西家到底造了什么孽？怎么就出了你这么个大逆不道的逆女呢？都说西家嫡女嚣张，没想到这么混账。是啊，婚前失身就算了，都退婚了还天天出来闹，真不嫌丢人。哎呦，婢女，说实话，你要是不说实话，我马上就把你卖到高兰里去。王爷，丞相府那边又闹起来了。他是一天不惹麻烦，就浑身不舒坦是吗？西小姐她脚受伤了。什么？王爷，是我们小姐要报复杨小姐，让能被放了捕鼠夹，杨小姐的脚被夹伤。啊，居然是这样！你看，听听！原来又是庶女谋害嫡女啊！是犯了。据说先前已经被摄政王处罚过。那这老夫人也太不讲道理了，都不问青红皂白啊，就给嫡女定罪。就是啊，这事是言而不对。但你们是姐妹，为什么就不能好好相处呢？您身为丞相夫人，一次又一次纵容她陷害我要是祖父啊，第一个休了你这个糊涂妻！你个逆女，我们西家什么时候轮得到你来做主？你有什么资格让相爷休了我？今日我西阳就把话放这儿了。他西云之前害我失贞，现在又害我受伤，要么就把他赶出去，要么就把他送到衙门去。届时他会落得一个残害嫡姐的名声。祖母，你当家，选一个吧。我管不了你了。真的算了吧。本王过来探望西丞相。来我房间探望。见过王爷，臣先退下了。腿瘸了就老实点。你担心我是不是？谁担心你啊？少往自己脸上贴金，不懂事的贱人处死就好，何必把自己弄伤？你看，还说你不担心我。别胡说八道。真是口嫌体正直。小姐，正厅有客人在等您。你先去吧，我在这等你。怎么又是你？还喝了酒？杨梅，哎，打住！我记得我上次已经跟你说的很清楚了，我们已经解除婚约了，你别再来找我。这么简单的道理，你不明白吗？杨梅，我们不要退婚，我们恢复婚约好不好？我
我就说嘛，夕阳，你简直不知羞耻！昨日才爬上摄政王的床，今日在这儿就和萧世子搂搂抱抱，明日不知道又是谁呢？又一只阴沟里的老鼠跑出来。夕阳，你自己下去，引来这么多男人玩弄你，总不能迁怒于我吧？你再说一遍试试！我再说一遍又怎样？我说的都是事实。萧世子当初在冰窟抓奸的时候，大家可都看到了，我们家杨姐如何放荡无耻，你怕是还不知道吧？结果没了清白之身不说，一点好处没捞到，人家摄政王呀压根儿没想给他名分。你们是不是觉得本王很好欺负，才敢3番5次动本王的人？参见摄政王。本王的人？不可能，他难道不是厌恶夕阳，所以没给他名分的吗？既然管不住嘴，那舌头也就没有必要讲。是。摄政王饶命！摄政王饶命啊！给你100个羽林军，你干啥用呢？对付这么一个死缠烂打的人，居然还让自己受伤了。我还没开始怼呢，你就过来了。杨妹，你脚怎么了？萧世子，要不是看在定北侯的面子上，我这次是不会放过你。对了，这个玉佩还给你。我不甘心！我会让你死心的。西家嫡孙女夕阳接旨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西家嫡孙女夕阳，才貌双全，机敏聪慧，可赐婚于朕之摄政王叔宗正宇，许以侧妃之位。什么？宋正宇，你搞什么飞机啊？你又发什么疯啊？你才发疯了呢！你凭什么私自做主？你赐个锤子的婚！夕阳，你我之事已经人尽皆知了，不仅你的清白受损，我还背负了不负责任的骂名。这婚是最好的解决办法。我根本不需要什么名分，也不需要你负责。我有资本和实力，我能碾压那些说3道4的人。你有了侧妃的名头，便可呼风唤雨，这不比你自立来得更快吗？靠男人不如靠自己，我才不要被名分锁死。你快把圣旨撤了，我才不要做你的侧妃呢。难道你想做我的正妃？你也太给自己脸上贴金了吧！我根本就不想结婚，好不好？你是担心本王会娶别的女人？我既然让你做我的侧妃，那我就不会再娶正妃。整个王府以后就由你代管。我拒绝。还有，你再不撤旨的话，咱们俩之前的约定就取消。你的毒，我不治了。你，如果没猜错的话，你这毒应该是先帝给你下的。等你辅佐完小皇帝成才之后，就会毒发身亡。既然你知道皇权的狠辣，那你还敢抗旨不遵？我还就抗旨了，有能耐就将我满门抄斩，我到时候就跟你同归于尽，跟你做一对亡命鸳鸯。你先坐下，好好说话。好吧，那就好好说。我做你的小老婆，还不如做他的大老婆。他对我言听计从，拿捏他，不比你这个跟我吵来吵去的强。好，你果然对他还余情未了，你就不怕我把他发配边疆，让你这一辈子再也见不到他？哦，那我到时就跟他一起去，以后再也不回来了。宋正宇，你毒发了！不是说不撤职就不交了吗？现在你的小命可在我手上，我劝你啊，
还是想清楚了再说话。绳之以下，这是不可能撤的。不是，你还非要跟我成婚啊？你不会是喜欢上我了吧？痴心妄想。不过，你的祖父在朝堂上一直追随本王，皇上背后的人似乎很忌惮我们两家联姻。如今只是一个侧妃的位置，他们便开始躁动了。原来给我侧妃之位是为了试探皇上背后的势力，还好不是什么情情爱爱的麻烦事。按你这么说，祖父中毒不仅仅是家贼，还有可能是外敌。你倒是聪明，以你的聪明才智，我相信很快你就能查出幕后的真凶。那婚约暂且搁置，婚期无限延长。好，那就婚期延长，一切都听你的。哼，以后我再想办法悔婚。西小姐，丞相府来报，西丞相醒了。老爷，难道你就眼睁睁看着西洋这丫头欺压三房吗？那难道就让老夫纵容三房，谋害长房吗？三房无用，只有长房才能撑起我西家的荣光。可是老爷你不懂，我每次听到西洋那臭丫头用嫡庶之分来欺压三房，我的心好痛。明明老三才是我亲生的嫡出，那西锦荣不过是私生子罢了。原来我们长房才是庶出，难怪祖母总是针对长房，原来三房才是他亲生的。不行，我们长房必须支棱起来，不然等到秘密捅破的那天，长房会无处容身。娘，二哥，最近西家发生了很多事情，祖父中毒，内有家贼，外有异敌，所以我们长房必须团结起来，才能稳坐家中。杨妹说的对，二哥无条件支持你。为父软弱无能，让你受尽了欺凌，如今你不仅不怨恨我，还处处为长房着想，父亲对不起你呀。爹，夕阳，你听到了吗？你心里的不甘会得到释怀吧？爹，现在当务之急就是赶紧把大哥给调回来，大哥作战才有主心骨。到时候大哥从文，二哥从武，我从医，一门三杰，不管遇到什么，我们都有实力自立门户，风雨不挡。好，我们兄妹同心，所向披靡。挺好的，快乐，谢谢啦！胭脂水粉，快乐，谢谢啦！五道肉子，请坐，请坐。哎，您好，您放心，咱们谢谢您。兄弟，四手来！瞧一瞧，这怎么了？我请客。快乐啊！哎，老板给我来一份。好，谢谢。大哥，我和杨妹来接你了。这个大哥完完全全长在我的审美点上。挺好的。咋了，杨妹？看见大哥不会说话了。大哥，杨妹长大了，这转眼间啊就要赐婚给摄政王了。可惜是个侧妃，未免太委屈了你。男神不仅长得帅，就连这护短的性子都那么酥。大哥放心，我自有主张。听说杨妹还学了医术，王爷出资给你开了间医馆。明天正好我要去医馆接洽，大哥跟我一起去吧。好。在下李长卿，随王爷派来的掌柜兼医师。见过李大夫。哎，礼仪，可免则免吧。在下行走江湖多年，早就忘了京中规矩了。哦，这是医馆的装潢图，
你看一下，位置都没错，可是3个铺子全做成门面，是不是有点太浪费了？是王爷亲自给你的最大的医馆，可以吗？一个店铺做门面即可，不要把资源浪费在表面功夫上。不过是个纨绔贵女，一时兴起，玩玩罢了。王爷拿钱宠她，哄她开心罢了，她还真拿自己当艺术奇才了。西小姐这想法小气巴拉的，这么小的招牌，丢的可是王爷的脸。西小姐，你就一千金贵女，只管坐享其成就是，何必插手这些事呢？这个是我做的策划书，您先看了再说。天才，天才啊！也只有天才才能有这样的奇思妙想，还从未见过如此完整的经营体系。不仅有10几个综合门诊，居然还兼卖美容护肤品，简直是营商奇才。甚至还有开堂授课、成立医学院的愿景，简直是高瞻远瞩啊！惭愧啊，刚才是在下鼠目寸光了，以为你只是开个医馆闹着玩，所以轻视了你。对不起。没事儿，我懂。这些是医馆的学徒，你选几个收为己用吧。有女学徒吗？以前是有的，只是碍于世俗。许多女子都有一技之长，与其让她们的才华埋没在家中，一生只能相夫教子，不如把她们都送过来，让她们一展所长。西小姐高义，在下行走江湖多年，像您这样胸襟广阔的女子实在难得。西小姐，在下敬你一杯。常青兄爽快，我赔一个。到底拉拉扯扯，成何体统？干了。西小姐，我家王爷身子突发不适，请您立即过去。你没事儿？你先坐会儿。你来看看，说说有什么想法？水患之后是不是还会有洪灾？洪灾过后会不会还有瘟疫？没错，每年都在同一个地方发生，朝廷拨款下去治理，成效也不大。3个问题：一，当地官员的问题。你想啊，只要有水患，朝廷就会拨银子，当地官员肯定不想让水患治理好啊。2，朝廷派去的人有问题，要么就是能力有限，要么就是条件有限，要么……说得很好，想要什么奖赏？我想要的奖赏，你怕是赏不了。哪怕你是想做本王的正妃，本王也会让皇上明日下旨。你疯了？我没疯。你当初说娶母猪都不会娶我，我说嫁公猪都不会嫁你。要是这样的话，那我岂不成了母猪，你成了公猪了？闭嘴！我偏不，宗正宇。你说你身体不舒服，我马不停蹄地赶回来，结果发现你不是身体不舒服，是思想出现了问题。要不我给你施一针？我看你最近确实是不太正常，喜怒无常的。你这叫狗啃，让我来教教你什么是真正的接吻。杨妹，动静太大，以为出事了。大哥，你有什么话就直接说吧。你绝不是杨妹。一个人就算再怎么性情大变，他的生活习惯跟待人处事也不会全然不同。我与杨妹虽然数年未见，
但凭我今日观察便可断定，你绝不是杨妹。既然大哥直来直往，那我就告诉大哥真相：你的杨妹早就死了，她死于三房的算计，我的一缕意识游魂便寄生在了她的身上。虽然这悲剧不是我造成的，但我还是要说一声抱歉，我更要说声谢谢。如果没有这个机缘巧合的话，我可能早就死了。所以我发誓，我一定会给夕阳报仇的。我要让三房付出应有的代价，我要让长房长盛不衰。也许这就是杨妹的宿命。那你本名叫什么？我也叫夕阳，只不过是风之所扬的扬。这倒是很衬你的性格。大哥，虽然我不是夕阳，但是我既然占用了这个身体，我也算是你的妹妹，你说是不是？你说的对，若没有你，我回来也是为杨妹奔丧。既然是机缘所致，那我便请你替她活下去。请大哥受小妹一拜。很感激你为杨妹报仇，但她的仇不应该由你一个人来报。以后做大哥的会与你并肩作战。夕阳，你给我滚出来！快点的，给我滚出来！夕阳，给我滚出来！是你害死我家夕云的，你好残忍，竟然让他死在粪坑里！我要杀了你！三叔，定罪是要讲证据的。你们兄妹二人一整天去哪儿了？肯定是你们把玉儿推进粪坑里的。祖父，我今天去了王府，全王府的人都可以给我作证。父亲，他说没有你就信他，就他一个和云儿有仇，不是他是谁？你别强词夺理。祖父，我发誓，我绝不可能杀害西云，否则死无葬身之地。行了，我相信你。锦郎啊，西云早就被逐出家门了，这丧事你自己办了吧。父亲，父亲！三叔认定是杨妹做的，他绝对不会放过杨妹。那就来一招引蛇出洞。小姐，有埋伏！果然来了。杨妹，杨妹，杨妹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病营就在附近，没事吧？怎么又遇到这个恋爱脑？干脆装晕。杨妹，杨妹，摄政王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本王在，总比你要名正言顺。摄政王，以你的身份，要什么女人没有？何必夺臣下之妻？天哪，这什么修罗场啊！还好我装晕了。第一，你和他并非两情相悦，你不必在这装深情。第二，我和他的婚约是在你们退婚后才定下的，何来夺妻之说？第三，就凭他现在身负重伤，浑身都湿透了，你不第一时间想着为他疗伤，反而在此质问本王，你就已经输了。夕阳，你醒了？感觉怎么样？额头疼，手疼。那我帮你把这玉屑给揉开。
你要是早这么乖，就不会受伤了。你要对付你三叔，也不必拿自己去当诱饵吧。你知道了。夕阳，这样做实在是太危险了。我又没有那么金贵，怎么就不能自己做？你是本王的人，你当然金贵了。王爷，犯人已经全部抓住了。王爷，带我回去，该收网了。摄政王驾到！西锦朗，给我滚出来！本王要亲自问罪。敢问王爷，杨儿她出了什么事儿？怎么会受伤呢？相爷，是这样，西小姐出城见药材商，在山道上遭遇了伏击，险些丧命。幸得我家王爷经过，救了西小姐，带上来。圣王饶命！是西三爷给了我们300两银子，让我们务必把西小姐弄死在外头。锦朗，跪下！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我们家大业大，难免会遭人嫉妒，说不定是为了划分长房和三房的感情，才用这挑拨离间。三房本就有谋害长房的前科，那是女儿家的事，小打小闹的不算什么。苏沫，你这也太偏心了吧！西云害杨妹失贞是小事，是不是把我们长房全部害死才算大事？锦朗，你自己说。还不说实话的话，本王怕你承担不起谋害本王未婚妻的罪名。未婚妻？啊！圣旨赐的明明是侧妃，不就是一个妾吗？怎么是妻呢？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西家嫡孙女西阳大难不死，福寿双全，特赐婚于朕之摄政王叔宗正宇，许以正妃之位，钦此。王妃，完了，谋害王妃，死罪难逃啊！是我做的，他害死我家云儿，他也得死。恳求王爷开恩，锦朗犯了错，给他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。当家主母若是恕家不严，就把管家职权交出来，免得把好好的宰相府搞得乌烟瘴气。臣妇有罪，臣妇有罪。西锦朗意图谋害未来王妃，发配边疆，即刻处罚。是。还不醒过来？哎呀，就应该让你手酸！你抽什么风啊？不是说婚事搁置吗？怎么又从侧妃变成正妃了？既然圣旨赐婚撤不了，难不成你愿意做侧妃，不愿意被明媒正娶？正妃确实没有什么破侧妃羞辱人。夕阳，本王自认为并非是什么差劲之人，你为何不愿意？你到底喜欢什么样的男子？你管我喜欢什么样的？你要是说这个婚事是我们各取所需，我还能接受得了。既然你想要利益，直接成婚不就得了？要不我们先试婚？什么意思啊？就先试试看啊！你简直是荒谬，不知廉耻。你应该不是夕阳吧？又或者，你根本就不是这个世上的人。难不成被发现了？你不是夕阳，你到底是从哪儿来的？本王认识的夕阳，再放浪形骸，也是书香门第出身。当初向我表白的时候，也是含羞带放的，绝对不会像你这样不知廉耻。说我不是夕阳，你会怎么样？会杀了我？如果你如实告诉我，只要你不是过来动摇江山社稷的，本王不但不会治你的罪，还会对你的身份进行隐瞒和保护。我就是夕阳，西丞相的嫡孙女。别在这儿给我打哑谜。
你的脉象不对，你毒发了。走。本王没事，不用你管。你赶紧给我说，你到底是谁？宗正宇，快去躺着。你躺下，你不用担心我会祸乱江山。我要是想杀你的话，就不会在这儿跟你解毒了。糟了，解毒金针一定是被西简老埋伏时弄丢了。宗正宇，你这次的毒发比较凶猛，我必须要马上给你医治，不然就会威胁到你的生命。你是真吧？金针被我弄丢了，现在制作解药来不及了，眼下就只有一个办法，与我阴阳交合，跟我阴阳交合。夕阳，除非你答应跟我成婚，不然成何体统？宗正宇，都什么时候了，还守什么封建礼仪？难道你要守着你的贞操等死吗？上一次在冰窟，是你我无法控制，这一次我绝对不会再犯错了。宗正宇，要不是你活着比死了对我有用，我才不会用我的身子来救你。我回家睡觉不好吗？你要命还是要我？你自己选。你叫什么名字？你为什么这么执着于我的名字？因为我不想一直用别人的名字来称呼你。我真叫夕阳，不过不是一个字儿，我是风之所扬的扬。夕阳，你招惹了本王，以后你就是本王的人了。这一辈子只能有本王这一个男人。宗正宇，平日里张牙舞爪的，原来只是个纸老虎。真想尽快娶她过门啊！哎呀，你昨天晚上折腾了一宿，怎么起这么早？对不起啊，昨天晚上是我太冲动，没考虑你的名声，是我不好。倒也不必，我之前名声也不怎么好。且不说外面传的是不是真实的夕阳，况且你只是背负了他的名声，别人不愿意不接受没关系，但是你自己不能破罐子破摔。你要永远相信你自己是最好的。上辈子离家出走，根本没有人关心我想什么，这辈子用了夕阳的身份，更是受到了无数的奚落，只有他。怎么了？是不是我说错什么了？宗正宇，我开始喜欢你了。大哥怀疑给祖父下毒的是二叔。三叔愚蠢冲动，做不了秘密下毒这种细活。倘若祖父死了，长房没了，确实该轮到二叔继承西家。二叔，明日西围武举比赛，不知您是否有兴趣和我们一同前往？我不懂习武，我不去，去了要闹笑话。哎呀，二叔，就当去给二哥呐喊助兴去啊！好，如此也好。你输了。二哥厉害！招啊！怎么会这样啊？宁儿，是不是让太医看一下稳妥一点？怎么，二叔是不相信我的医术吗？我不是这意思。我不管二叔什么意思，自己侄子受了伤，不应该马上去派人找凶手算账吗？那个人一出溜跑得没影了，我想追也追不上啊。我也派人去追，我们先回去吧。走吧。
这样，我同维尔一车好照顾他，你们上前面的马车带路。好，我们抄近路，回去尽快治疗。好，走吧。什么人？二叔，我们遇袭了！二叔，你干什么？这不有刺客吗？我先准备好。二叔，你要干什么？二叔，你竟然敢刺杀二弟！我没有啊！你的狐狸尾巴藏得真深。你不是？你的血是？当然是我给二哥特制的假血喽。西简宰，你买凶谋杀西尾，人证物证齐全，你可知罪？摄政王饶命！饶命啊！青子安，你乃老夫嫡嗣子，老夫对你的培养不曾少于其他兄弟，你有何不满？竟搅乱西家，杀害亲人，有何不满？父亲偏爱长房，母亲偏爱三房，而我这个嫡次子夹在中间，无人问津。我明明是嫡主，我学习不比他们差。你们有注意到我吗？我生病的时候，父亲有来看过我吗？我心不甘呐！我才是你的嫡子，西锦荣他不过就是个私生子，西锦朗才是我的亲大哥，他才是西家的嫡长子，他一个野种，凭什么越过我们来继承西家的产业？我的心怎么能甘？你，祖父，此事是否属实？当年老夫被贬，带着夫人与金赞、金朗两个孩子赶往西北，路上遇到山贼打劫，幸好碰到西北将军詹云飞，恰好路过，救了我西家全家老小啊！詹云飞，就是那个15岁投军，20岁封将，仅靠300骑兵就杀掉蛮夷几千人的神勇大将军。是，不仅那一次，后来还有好几次，我们西家命在旦夕，都是詹将军所救。此事跟詹将军有什么关系啊？锦荣是詹将军之妹所出，当年詹将军出征在即，将其妹托付于我，结果詹将军不幸牺牲了，我收留了其妹，之后产下景荣后就过世了。我为了报答恩人，将景荣视为嫡长子抚养，想让詹氏的血脉继承我西家。你的那些鬼话我早就听过了，你想报恩那是你的事，凭什么忽略我？青子安，你的命和我的命都是詹将军所救，舒淇，你竟想杀害亲人！是，与其让西家落在这个野种手里，还不如让我这个嫡子来继承。给父亲下药，又挑拨三房，毁西洋清白，然后是西淮、西衡，我把他们都消灭掉，到时候就剩西锦荣和三房四房的这窝囊废，都没人跟我争了。逆子，你糊涂啊！
二叔，这些事儿你一个人肯定做不了，说，还有谁跟你一起？我。二叔已经死了。金簪儿啊！回王爷，没有找到凶器。老爷，你已经逼走一个孩子了，现在又害死一个儿子，我已经忍无可忍。我要拨乱反正，给两个亲儿子一个交代。各位叔公，事情的来龙去脉就是这样，请你们一定要为我做主。锦荣是恩人的英雄血脉，我绝不允许任何人动他。我不想难为父亲和几位宗亲，嫡长子既不是我，不要也罢。没错，既然西家容不下我等，那我等便作为庶出分出去，自给自足。邢荣、恒儿，莫要说气话，我们好好商量一下。各位叔公，我辈氏也容不得我们姑奶奶受气，你们就任由西锦荣他们一再欺辱他吗？舅公，我们什么时候欺辱他了？长辈说话，什么时候轮到一个小辈插嘴？辈氏，再过1个月，你就该向西洋行礼了。微臣斗胆，西家的家事还请王爷莫要插手。西家的事就是西洋的事，西洋的事就是本王的事。王爷，您历来公正严明，难道一定要让我辈氏忍着屈辱？西锦攒身为二叔，谋害侄子侄女，他撺掇西锦朗一家，让西云向西洋下毒，还闯入本王的冰窟，这桩桩件件都是大罪。若真要公平追究起来，也是可以的。求王爷开恩，让西洋变成庶女，这不是打摄政王的脸吗？但西洋成了王妃，咱西家可就水涨船高了。西恒、西维也都前途无限，长房一家绝不可废。各位，我们几位长辈已有定夺，锦荣这么多年来都是嫡长子，我们西家上上下下都承认。至于老夫人受之委屈，那是相爷对不住她，那就请相爷和老夫人两个自个儿来商讨解决。好，从此以后，锦荣的嫡长子身份不变，谁敢再提起，家法处置。谢父亲。终于清掉了西家的牛鬼蛇神，可以认真搞我的医馆事业了。小姐，方才来了个病人，像是得了癔症，掌柜的把他安排到楼上隔离间去了。我去看看。王爷，小姐，她不见了。啊！王爷，找遍了整个医馆，都没有看到西小姐的踪影。掘地3尺，也要把西洋给我找出来。是。你刚才说有个癔症的病人来过？回王爷，是的，他是坐轮椅来的。轮椅？有人付钱让本座来杀你。不过我有个朋友，身子有疾，你若是将他治好，我便教你这个朋友不杀你。无中生有是吧？方才还有车轱辘声，轮椅。我猜需要看病的不是你朋友，是你。你得的是腿疾。你真是个妙人。
帅哥，你是谁啊？本座颜佩。我觉得你不应该叫颜佩，应该叫颜王，颜值之王。行，冲你坦诚，我就交你这个朋友。好，那我给你诊治。你这个腿多走几步就会疼，风寒的时候还会加重。是。想根治的话有些困难，但如果摆脱轮椅的话还是可以的。我给你开几副药方，等你把这个药找齐了再来找我。行。诊金你随便开。都说了交朋友，这个就当卖个人情。爽快。话说你跟我们江湖人挺像的，嫁给摄政王规矩那么多，还不如跟本座浪迹天涯，喝美酒品美人。我也想浪迹天涯呀，但是你想跟他走？宗正宇，颜佩。西小姐，你没事吧？他们两个是老仇人。颜佩是欢喜楼的楼主，他隔三差五就来刺杀王爷，据说是王爷辜负了他小师妹的一番情谊，王爷武功不输他，每次都打成平手。小师妹。夕阳，后会有期。没想到王爷的武力值这么高。本王不来，你是不是跟着颜佩走了？你是不是跟他师妹有过一段情？胡扯！本王连他师妹是谁都不认识，何来旧情之说？好吧，那我也没有跟他走，他是来找我治腿的。颜佩性格乖张，以后你小心些，我再多派几个暗卫过来保护你。我不怕他。你不怕，但是我怕。小姐，不好了，爆发失忆了，好多病人堵在门外。应该是南方水患引发的失忆，去通知摄政王。是。让我们进去！救命啊！不许进！不进！救救我们！这里不是医馆吗？凭什么不让我们进去啊？我们师傅，太危险了，不要去！万一您被感染，摄政王那边如何交代？我先是夕阳，然后才是大夫。我先是大夫，然后才是摄政王妃。我们也做好防御，和师傅并肩作战。帮我们看看吧。大家不用担心，王爷在郊外设置了10亿桩子，那边会有大夫照料大家。行，没事吧？我没事。有救！我想去10亿桩子。好了。不行，太危险了。我是医者，不是需要保护的弱者。你现在越来越有摄政王妃的样子了。奉摄政王令，从现在开始，整个庄子所有的医疗行为都由我全权负责。西小姐，我是这里的原管事孙俪，目前庄子里病人加亲属一共200人，食物和药材都很紧缺。孙大人放心，物资方面王爷会解决的。我觉得眼下最重要的是把家属和病人分开，你看呢？我不同意。乔师妹，你来干什么？师兄差事被抢了，被人欺负也不敢吭声，我来替师兄出口气。西小姐，你身为准王妃，利用王爷的权势空降，说来就来了，你会医术吗？就在这指指点点的，不如回家待嫁去吧。别说我在这儿指指点点，就算我在王爷面前指指点点的，他也不会说什么。你算哪根葱？乔师妹，出去！我不，师兄，我帮你，你还说我。哎呀，
他让你出去是给你台阶下，因为我不是你能得罪得起的。师兄，你还真替他胡诌啊？什么隔离管理呢？那些病人会同意吗？我们才几个人啊，这么多病人呢，我们万一起冲突呢？我们怎么拼得过他们呀？我们准王妃带来管理秩序的羽林卫不多，也就100个。什么？100个羽林卫？西小姐，师妹任性，请您见谅。无妨，只要我们齐心协力对抗11，其他的都不重要。药煎好了，给他们拿过去吧。去那边。这个庄子被你管理的不错，你很适合当管家。我当管家？我当管家会偷家的。这个是你之前说要的吗？夕阳，你真是与众不同。说真的，别跟宗正宇了，跟我吧。丑剧。他有什么好的？像个木头一样，能讨你欢心吗？他能让我安心。安心个屁呀！你都不想一想，他能永远摄政吗？你跟着他，迟早会卷入权谋纷争之中。哎呀，管好你自己吧。这个呀，是我的药方，等你把药配齐了，再来找我吧。哎，我哎呀，回去吧，回去吧，啊！夕阳，走。堂堂相府居然培养出你这种水性杨花的贱女人，大家快来看看呐！堂堂准王妃居然跟一个外人在这拉拉扯扯的，不知廉耻！发生什么事了？怎么回事？哎呀，舌头不想要了。我又没有胡说，我刚刚分明看得清清楚楚的。你跟一个外来客人拉拉扯扯，还在房间里待了许久。亏你还是个女医。你就是这样看待女大夫的？如果有一天你给男病人治病时，是不是也希望自己被污蔑，跟男人有一腿？我没有。你知道你最可悲的是什么吗？大家同样是女性，女人何苦为难女人？我整天专心治疗11，问心无愧，而你每天无所事事，惹是生非。这里不需要你。这西大夫每天尽职尽责，倒是这姓乔的呀，整日里泼脏水。对，他自己心都是脏的，看什么都是脏的。就是啊，是好事。师兄，夕阳他欺人太甚了。是你不知道天高地厚。师兄，你之位被他顶替，我都是为了你打抱不平，你怎么还指责我呢？西大夫医术高超，我心悦诚服。你马上收拾东西，给我走，给我滚！师兄，我全心全意都是为了你，你居然为了他让我走。哼，这个乔师妹真不懂事。这里再试一下。参见皇上，王爷，西小姐她染上奇异病了。什么？皇上，臣先告退了。还从没见过皇叔如此紧张的样子呢。去，王爷，就是他，把重症病人用过的东西放入西小姐的用具里，害西小姐染上了疫病。王爷，我亲眼所见，王妃和一个外人拉拉扯扯的。王爷，你听我说呀，王爷。杖毙！王爷。是。王爷。王爷，您万金之躯，倘若你也染病了怎么办？那到时候西洋便不得不打起精神来为本王诊治，他便会好得更快。让开！王爷。这么疼，西洋，来。宗正宇，这几日你有没有想我？没想，我想你做甚？真是一如既往的口嫌体正直呢。但是我有想你，躺着无聊的时候，我就在想，
宋正宇在做什么呢？你这人性子别扭，你想要什么可以说出来，或许我会满足你呢。我没什么想要的。不，你想要我，说实话，想不想？想。要不是我病着，不想传染给你，不然我真想马上亲你。你疯了，宗正宇！万一感染怎么办？夕阳，下个月27日，我们成亲如何？宋正宇，你就承认吧，你是不是特别稀罕我？答应吗？好。这次时疫爆发，多亏有西小姐，你立大功，朕重重有赏。多谢皇上，免礼。日后西小姐过门，咱们就是一家人了。没错，一家人就是要和和美美的。皇上从小跟摄政王一起长大，以后一定是一代明君。皇叔也觉得朕以后会成为明君。皇上天资聪颖又勤奋好学，将来亲政也会是一样的。皇叔以后真的会玩政，还是说着安抚朕而已？做皇帝真累啊，为了不让人看出喜好，每道菜都只能吃一口。皇上，我吃好了。西小姐不喜欢这些菜。并没有，她是比较挑嘴。这些菜确实口味比较轻的。皇上，以后有机会我带你出宫，让你尝一尝民间的美食，你一定会大开眼界的。果真？我看皇上吃的差不多了，今天忙了一天，想必是疲倦了，先休息吧。说的也是，朕确实有些疲倦了，先撤了，你们慢用。宋正宇，你想不想篡位当皇上？你对权力就这么执着吗？如果你不想当皇上的话，你就要好好考虑考虑你跟皇上的关系了。连我一个外人都能看得出来，你们叔侄已经离心了。此话怎讲？青春期的孩子都有些叛逆，对长辈是相当逆反的。你觉得你对他的好，在他的眼里是监视，是高高在上。皇叔认为，荆轲、殿试头3甲，谁做状元好？皇上可以先拟一份任命清单，臣看过之后，就按照皇上的意思来办。皇叔让朕自主决定。夕阳说的没错，皇上已经长大了，迟早都是要亲政的。不管是臣还是其他外戚，都不该凌驾在皇上之上。皇叔似乎并没有母后说的那般霸权。是吧？呀！厉害了！真不真这哪来的暗器啊？二弟，没事吧？大哥，伤得不轻啊！是啊。其为生死不明，故而取消探花资格。本官宣布，荆轲武探花时未封。
皇上，臣女受委屈了，你会给臣女主持公道吗？是谁把你弄成这样的？你为什么不跟皇叔说？皇上才是一国之君，摄政王只是代政而已，我当然要找皇上审判。你先告诉我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今日我二哥比武，我二哥赢了皇上的表哥魏峰，却被暗器所伤。主考官以我二哥受伤为由，将我二哥的探花给了魏峰。臣女有理由怀疑这是魏家所为，还请皇上给臣女做主。那岂不是要朕打自己母家的脸？来人，把皇叔叫来。皇上，您是一国之君，这种事情完全可以自己做主。以后您是要亲政的，现在正是您锻炼的大好时机，怎么可以还问摄政王的意思呢？皇叔，参见皇上。怎么弄成这样？你可有受伤？身上都是我二哥的血。皇上，臣已经让大理寺查明，确实是魏家贿赂了主考官，把探花给了魏峰，还请皇上圣裁。皇叔，臣相信皇上，皇上下旨即可。皇上少年英才，现在正是锻炼的大好机会。是谁要逼迫皇上处置我们魏家？这朝堂是宗正家的，但不是你宗正宇的一言。太后，后宫不得干政。皇上，难道你不觉得他在针对我们魏家吗？一旦我们魏家被打压下去了，你将会孤立无援，而他只会越来越无法无天。针对魏家，是魏家针对西家的，而且我怀疑我二哥遇刺也是魏家所为，目的就是淘汰我二哥，让魏峰捡漏。这儿哪有你说话的份儿？她是本王的摄政王妃，她有资格说话。皇上，你以后是要亲政的，以后这种左右为难的事情多的是，你要好好想想，以前你皇叔是怎么教导你的。皇上，为人子女者，当报父母恩，但任何时候都不能愚孝。皇上要时刻保持理智，明辨是非。不必争论了。朕下旨，主考官因受贿赂，革职抄家。魏峰比武作弊，终身不得参与武举，其为恢复探花之位。至于行刺之时，朕会亲自督办，不会让任何人蒙受不白之冤。皇上英明。皇上，今天谢谢你能为我二哥做主，我今天带你出宫玩吧，保证让你大开眼界。你打算带朕带我去哪？当然是吃喝玩乐一条龙了。那要是让皇叔知道了？摄政王已经知道了。啊？那他……其实你皇叔挺关心你的，只不过他呀不善于表达，你就放心吧，他已经派人保护我们了。皇上尽管痛快玩。好的，皇上尝尝。好吃。走吧，我们去那边。走，还有呢。这家糕点可好吃了。是的。给我拿一个，看一看哦。若不是今日亲眼所见，朕都不知道皇叔把江山打理得这么好，商铺生意兴隆，百姓安居乐业。其实啊，你皇叔也想游历河山，亲眼看看他多年来所治理的天下呢。所以啊，皇上你要快快独当一面，早日放了他，让他带我双宿双飞。别捏朕。怎么了？我马上要成为你的皇婶了，捏一下脸蛋怎么了？他是真心亲近朕的，还是皇叔派来试探朕的呢？快！你怎么了？怎么回事？快躲起来！皇上，谢小姐，
整个茶坊都被刺客包围了。你快去找支援。是。这边，皇上，我们在这儿藏好，等待支援。也别光顾着朕了，你自己也不能出事。放心吧，我比谁都怕死。宋正宇，他舍命救朕，朕竟然还怀疑他别有用心，真不应该。从今往后，夕阳就是朕最亲的人。夕阳，你的伤怎么样了？没事，回去包扎一下就行。皇上，臣救驾来迟。萧世子，你是来护驾，还是护的其他人？你怎么也来了？夕阳是本座的朋友，本座自然要来相救。本王的女人还轮不到别的男人来守护。夕阳，朕越发明白皇叔为什么喜欢你了。倘若不是你与皇叔有婚约，朕都想娶你。别胡说。皇上，请谨言慎行。喂，我这么拼命的给你侄儿护驾，你来了只顾着跟他们几个说话。抱歉，你的伤怎么样了？左胳膊酸，右胳膊痛。那我回去给你好好揉揉，会影响5日之后的大婚吗？夕阳，你真的要嫁给他？虽然要嫁给他，但绝对不会影响我给你治腿的。到时候本座会来给你送嫁的。大婚当日，再加6个暗卫保护夕阳。是。启禀皇上王爷，大部分刺客已被击毙，其他剩余的全部自杀身亡，暂时还不清楚他们的来历，还得继续查探。敢刺杀朕？先是西家，后是皇上，我看这些人是想把我们一网打尽。会不会是遗落在民间的皇子，筹划多年想篡位，先灭掉我们西家，就是削弱了摄政王的势力，然后再刺杀皇上，感觉是想把所有的掌权者都给灭掉。有这个可能，你需要按照西小姐的思路查着去。是。西家西小姐到。夕阳，还不认错，跪下！你好大的胆子，竟然敢带着皇上出宫！皇上差点被你害死，你还有什么资格嫁入皇家？皇上已经不是小孩子了，怎么你们几个三姑六婆的管得这么多？你管谁叫三姑六婆呢？皇上乃真龙天子，你们怎么可以用狭隘思想阻止真龙飞天呢？我们皇上驾到！是朕非要夕阳带朕出宫的，多亏他拼命保护，朕才毫发无伤。可怜她一弱女子为朕受伤，你们为何还要刁难她？皇上，这都是我的职责，为你吃，为你狂，为你哐哐撞大墙。你们把夕阳招进宫，可是要奖赏他护驾有功吗？皇上，等案子水落石出，再说奖赏也不迟。没错，他有谋害皇上的嫌疑，婚事理应暂停，等查明一切再说。谁要延后本王的婚事啊？皇叔皇婶的婚约是朕赐下的，谁敢抗旨？母后，你说是吧？没错，都是误会。夕阳，这明日就是大婚，你手上未愈，请早回去休息吧。多谢皇上。除了朕，无论谁传你进宫，都不必进宫。
别送了，明天见。明天我就要成为他的新娘了。等我明天迎娶你。好。新娘子来喽！大哥，我来接新娘子过门。妹夫，我们西家的掌上明珠从明日起就是你的妻子了，希望以后你能珍之、爱之、重之。夕阳，倘若你在婆家受了任何欺负，不必忍耐，大哥怎么把你送出家门的，怎么把你领回来。父母疼我，兄长宠我，夫君爱我，我真是太幸福了。你们放心，夕阳这颗明珠到了我这儿不会蒙尘，只会更加璀璨夺目。我没压着你胳膊的伤吧？宗正宇，你紧张啊？娶妻一生一次，不该紧张。那你不怕手抖把我摔下去了？就算我摔了这天下，也不能摔了你的。摄政王，您可以掀盖头了。夕阳，王爷，皇上驾到。参见皇上。皇上，你怎么来了？朕来给皇叔送礼贺喜呢。多谢皇上厚礼。王爷，不好了，王爷，王妃她被人掳走了。什么？这么多人看守，都死了不成？回禀王爷，安危已经全部被打晕，属下发现之时只看到一些黑影掠过，人已经不见了。颜佩，是他抓走了皇婶。传本王令，全城戒备，挨家挨户的给我搜，即刻攻占欢喜楼所有据点，直到颜佩给我交出人为止。是。你一点都不惊讶？本座刚从洞房里面把你带出来。惊讶你个锤子啊！还得是你啊，夕阳，你真有意思。颜佩，你到底想要干什么？本座说过要带你畅游江湖。3个条件：一，我不会武功，你得当我的保镖；二，我娇生惯养，吃穿住行必须得精致；三，不许爬上我的床，我不好你这口。你这么说，你愿意跟我混，不回去啊？那你会送我回去吗？不行，我身上身无分文，又不知道回去的路，我怎么回去啊？我真有点羡慕宗正宇了，他凭什么让你那么喜欢？就凭他不会像你一样把我给掳出来。喂，我饿了，我要吃酒酿圆子。只有馒头，吃吧。你养不起我，就别把我偷出来。老娘在王府里吃的山珍海味，穿的绫罗绸缎，你把我抢出来，就是这个呀？还问我宗正宇凭什么？他要是你的话，他肯定会把我照顾得很好的。夕阳，你别以为会惹怒本座，本座就会放你回去。本座不吃这一套。虽然我没宗正宇高贵，但是也不委屈你。吃吧。你该不会是因为男人的胜负欲，所以宗正宇给我什么，你就给我什么，才算心理平衡？我就是想不明白了，你把我掳过来，宗正宇肯定会想尽办法的找到我，那我们这样东躲西藏的，也不算游历江湖啊。等我们出了玄州，他们就奈何不了我。不行，离开玄州，就离开宗正宇的势力范围了。怕了？你越怕，我越要做，因为这更有意思。
这个死病娇！楼主大人，摄政王捣毁了欢喜楼大部分据点，现在进攻到总部去了。夕阳，你暂且住下，青竹青梅，保护好他。是。你家公子不是说要带我看江湖吗？原来就是让我在这里长草啊！让那个贱人给我滚出来！公子吩咐过，不让任何人靠近西小姐。谁啊？大喊大叫的。是柯秦姑娘，公子的师妹。颜佩的师妹，爱慕摄政王的那个。贱人！你就是宗正宇要娶的那个女人？不是，宗正宇已经娶了的女人，我们已经成婚了。你这个贱人！不过就是个女人，我还怕她不成？秦姑娘女杀手排行榜第3位，登榜那一年她才15岁。秦小姐，规矩你懂的，公子的庄园禁止踏入，否则格杀勿论。他凭什么可以进去？他是公子很重视的人。秦姑娘，劝你请回吧。贱人，你现在已经是摄政王妃了，还赖在我师兄院子里不走，这吊着一个勾着一个，真是不知廉耻，不要脸。既然你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，那我们就好好聊聊吧。让我来猜猜，你为什么想杀我？你跟宗正宇表白，求而不得；我跟宗正宇表白，他却娶了我。还是强行赐婚娶我，所以你不甘心？你不过是爬了宗正宇的床，他为了负责任不得不娶你而已。这个世界上的资源啊，不过就是各凭本事罢了。你没本事让宗正宇喜欢你娶你，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你有时间啊，就多检讨检讨你自己，你自己不招人喜欢啊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贱人，我今天一定要撕烂你的嘴！你怎么不等给我收尸的时候来啊？你不是不怕死的吗？师兄，这个贱人他欺负我。我在这里吃香的喝辣的穿金戴银，虽然有些不自由吧，但日子也是美滋滋的。我是有多无聊啊，我去招惹你？师兄，他到底是你什么人啊？你这么宠着他，他这一身穿金戴银的，恐怕没有几千两下不来吧？错，我身上光这个镯子就价值万两。瞧你这一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。师兄，你看他颜佩，你看他都一把年纪了，还在这儿装嫩，真恶心。你学我，贱人，贱人，贱人！我就说你们欢喜楼读点书能死啊？翻来覆去的都是贱人，就骂不出来点别的？贱人，我告诉你，你现在选择跟了我师兄，以后就别再想着宗正宇，别吃着碗里的，看着锅里。如果要我再听到你叫他贱人，你的舌头就别想要。师兄，你疯了！他是什么人，还轮不到你来编排。师兄，他现在是摄政王妃，说是摄政王带兵攻打欢喜塔，你又该如何？倘若不是你突然出现，宗正宇想找到这里，怕是还要找上好长时间。师妹，我有你，真是好福气。师兄，走，别动，我自己会走。收拾东西，立刻走。宗正宇的人马上找到这里。你不会真的要我像这阴沟里的老鼠一般钻东躲西的吧？别说那么不堪，只要我们……颜佩，我根本就不懂你到底想要做什么，你自己明白你自己想做什么吗？你喜欢我，为了跟我当朋友，还是为了玩？朝廷围剿欢喜楼，欢喜楼必输无疑。你付出这么大的代价，难道就是因为好玩？不管那么多，你现在先跟我走。颜佩，
其实你对我的喜欢，不是怦然心动的喜欢，你只是孤独，然后恰巧遇到了一颗跟你相似的灵魂，误以为是可以携手同行而已。要是你早些遇上我，你会不会选择喜欢我，像对宗正宇一样？不会。明明我们那么相似，那么投机，我肯定会比宗正宇更懂你。因为我喜欢宗正宇，我想把他扑到床上，我想将他占为己有。可是我喜欢你，却根本想象不出来跟你睡觉。你见到我的时候，有想把我扒了，对我做些什么吗？想吗？确实不想。对嘛，你对我有喜欢，有欣赏，却没有欲望。你把我掳走的这1个月里，带我游山玩水，把最好的东西都给我，你对待我就像朋友一样。其他的我搞不懂，但是我只知道一点，你是真的想与我交朋友。你能想明白，我可是太开心了。那从今以后，我们和平相处。相处愉快。那你什么时候把我送回去？朋友就不能一起闯荡江湖吗？我也想快意人生啊，可是总有一些阴沟里的老鼠想要杀了我，杀了我的男人。我要是不一巴掌给打回去的话，还配做你严楼主的朋友吗？去信给你的男人，让他鸣金收兵，本座就放你回去。真的？那些暗地里的老鼠，本座会帮你揪出来，让你远离朝廷风波。到时候你就有时间陪本座浪迹江湖了。行，大不了到时候带上宗正宇一起去。哎，老板给我来一块。好，你看的，谢谢你呢。给我拿一个，看一看喽。谢谢老板。那不是消失了1个月的摄政王妃吗？她怎么回来了？就她，是不是摄政王妃还不一定呢。新婚之夜被掳走，谁知道被糟蹋成什么样？堂堂千金贵，现在都没人来接她了，多惨！皇上驾到，摄政王驾到，参见皇上，参见皇上。臣妾参见皇上。宋正宇，我想死你了。谢谢你照顾好了我的妻。皇婶，你还尚未拜太庙，也未拜皇家长辈，尽早把仪式续上吧。多谢皇上，承蒙皇上厚爱。皇上亲口承认他的身份，王爷又来接，婆家给了面子，娘家也给了支撑，这王妃牌面也太大了。这哪像是被掳走回来的？我看这像是衣锦还乡。我带你回去。你怎么抱我抱得这么紧？是怕我丢了吗？我已经收服颜佩了，他以后会助我们一臂之力的。我只是怕你冷罢了。那你还带我来这冰窖？夕阳，这个地方是我们第一次见面的地方。这个地方也是我第一次来到这个世界的地方。夕阳，我想知道你原来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的。我的那个世界现代文明发展迅速，衣食住行舒适方便，不过环境污染也挺严重的。听起来玄州根本比不上他所在的世道。夕阳，如果可以选，你会留在玄州吗？我会选择回去。也是啊，是人都会选择更好的地方。不过我想把你一起带回去。把我也带走？
放心，我已经爱上你了。夕阳，在这不见你的1个月里，我特别的想你。你是不是想我想的快要疯掉了？一会儿你就知道了。参见摄政王，参见摄政王妃。免礼吧。王爷，王府所有账目都在这里了。宋正宇，你不会要让我管理一切账目吧？从今以后，你就是我唯一的王妃了。我不交给你管理，我交给谁？这么会说话，不要命啦？没关系，来日方长，慢慢来。不过我发现你现在比以前爱笑了。新婚夫妇真是甜蜜呀！田佩，你这一大清早过来，是要我帮你支腿吗？我是来找他的。宋正玉，被夕阳说中了，你似乎真的有个失散多年的兄弟。退下吧。是。难道你说的是广成王的幼子宗正佑？你已查出？之前我顺着夕阳的线索去查，发现广成王，也就是我的皇叔，他把流落在外的幼子宗正佑接回了家中。广成王妃善妒，一直瞧不上家里的庶子，唯独对这个宗正佑十分的喜爱。我翻转了欢喜楼，才查出和西金攒勾结，刺杀西阳、西维以及皇上的人都是我师妹柯晴，而他多次亲自接触广成王还有宗正佑。可你师妹为什么要帮他们呀？他现在已经不知所踪。我查过宗正佑的生母，我发现他的母亲在产子的前1年，曾在我父亲为父私访的院子中住了许久一段时间，所以我有理由怀疑宗正佑就是族弟。所以你父皇心疼他，就把他送到了你皇叔广成王那儿。没错，广成王这些年一直低调行事，现在看来真是低调的可怕。阴沟里的老鼠，只有时机成熟才会钻出洞门。所以我们得抓紧时间将他们一网打尽。参见皇上，免礼。谢皇上。今日是1年1度的秋猎大赛，谁的猎物多，朕重重有赏。谢皇上。诸位好好发挥。皇婶，你要去玩玩吗？我来是陪我们家王爷约会的，带这么一大帮人，不好吧？真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，摄政王居然笑了。是。那等朕猎一只小鹿，给皇婶做东区。好，出发。去。哎，去。啊，送给你。好可爱呀！小兔子啊，好肥啊！你看，它跟你长得一模一样。王爷，前方出事了，你们照看好王妃，我现在就过去。夕阳，等我回来。你快去吧，注意安全。小兔子，跑远点，别再让人抓到了。走吧。摄政王妃，本王听到骚动，发生何事了？出了点乱子，王爷去处理了，马上带人去支援王爷。是。
皇上，你皇叔呢？皇婶放心，皇叔殿后马上就出来了。皇婶，你也不问朕怎么样？朕刚才差点被吃了。所有人都在保护皇上，我当然要关心那个保护的人。不好了，王妃，不好了！皇上，王妃，你怎么一身是血啊？王爷呢？王妃，属下失职，我等来的时候遭遇了不测，贼人全部被消灭，但王爷他不慎跌入山崖，不知所踪。你说什么？不知所踪？不知所踪，你不会找吗？是。加派500人马，把崖底翻遍，也要把王爷找出来。是。皇上，皇上。皇上，这场围猎真的要开始了。鹿死谁手，犹未可知。这是谁啊？怎么了？你们怎么都不说话？王妃，我们已经把摄政王寻回来了。随便找个尸体回来就当交差了吗？我们一开始也不敢确认他的身份，但是在他身上发现了这个。这是皇叔的金链！皇叔，皇叔！不可能！苏振宇怎么可能死在这种地方？我不相信，那绝对不是他！你们再给我去找！再去找啊！他肯定还在猎场里！别随随便便拿个尸体就骗我说是我男人！我自己的男人，我自己认不出来吗？这王爷没了，王妃可怎么活呀？唉，皇上年纪尚轻，摄政王薨逝，朝局人心不稳。臣叩请皇上尽快设立辅政大臣，辅佐皇帝安稳社稷。皇上，皇叔在的时候，你们连个屁都不敢放；皇叔没了，你们简直想掀翻朕的龙椅。西丞相，朕初出茅庐，还请丞相以后多多指点。臣定会鞠躬尽瘁。西丞相之孙儿，才名出众，现如今正是用人之时。卓西恒为工部侍郎，即日赴任。卓西为京畿卫副尉，即日赴任。此举不合规矩，请皇上收回成命。臣斗胆进谏，皇帝过于偏袒西家，此举有违官制。皇上，设立辅政大臣才是当下迫在眉睫的事。吵够了吗？这里是朝堂，不是菜市场。吵够了吗？这里是朝堂，不是菜市场。皇婶说的对，朕是皇帝，不要怂，干就完了。朕虽然年纪小，却也懂得用人为贤。难道尔等认为朕没有治国之才，只会胡乱指点江山？微臣不敢。朕知晓，朕一日不设辅政大臣，你们就一日不消停。拟旨设皇太叔广成王为辅政大臣，念皇太叔年事已高，擢其幼子宗正佑协同辅助。谢主隆恩。朕退一步，你们也退一步，莫要再纠缠此事了。退朝。大哥，这皇上怎么像换了个人？像摄政王，更像杨妹。咋样了？王妃还是不肯吃东西啊？王妃病殃殃的，整个人都瘦了一大圈。年纪轻轻就守寡，这打击谁受得了啊？皇家寡妇也不能2嫁吧？王妃也没个孩子傍身，以后的日子怎么过？王妃状态很不好，我都怕她
伤心过度，怕是命不久矣。你说这咋办呀？都说寡妇门前是非多，你是来偷情的吗？我男人刚死，身归空虚，你来的正是时候。事情都办妥了吗？可以回来了。大部分证人已经抓到，但是柯晴仍未找到。可是这样，你不怕暴露吗？没事，此事已过，现在是中秋了，这是我们在一起的第一个团圆节。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。这诗做得真好，是我那个世界的诗人做的。说起来，我已经很久没有跟家人过中秋节了。我家是中医世家，长辈们都指望着我继承家业。可是我一身反骨，非要去学什么西医，在外飘荡10数年。我的家人其实都很疼爱我的，可是后来，我现在想见他们，也见不着了。没事，还有我呢。等这件事结束以后，咱们就去云游四海，逍遥快活。好，皇上最近很听话，相信马上他就可以亲政了，到时候你就自由了。是丧龙中有国丧，这难不成是皇上他？来人，进宫！你还好没事？吓死我了！皇婶放心，朕没事。是太皇太后，朕已经命人封锁了皇宫，只准进，不准出。你过来帮我看看，过来瞧瞧，皇祖母很有可能是毒发身亡的。确实是毒发身亡，下颚两边还有指印，应该是被人掐脖子强行灌下的。能在宫中不动声色的下毒杀人，凶手一定是个熟面孔，而且还会武功。谁也没有想到皇祖母这里会出事，尸位不够才会出这样的事。朕一定要查出来是谁那么大胆，敢对皇祖母下手。既得利益者，嫌疑最大。太皇太后死了，宗正佑上位的阻碍又少了一个。皇上，节哀顺变。皇太叔，你身为辅政王，皇祖母宫里护卫不力，此事是不是该追责到你头上？皇上，臣只是辅政，后宫的护卫不归臣负责。皇叔还在的时候，绝不会允许这种事情发生。即便发生了，
也不会说任何与他无关的话。父王，皇上说的对，就应该查清楚是谁胆大包天的，敢在皇宫里头。今日是太皇太后，明日会不会是其他人？所以父王你应该重新整理禁卫军，并且让羽林卫也做一下调整。你们想把这个兵权纳入囊中？再不出手，我小侄子都要被你们欺负哭了。我家男人尸骨未寒，我看谁敢动禁军御林卫试试。夕阳，你是摄政王的遗孀没错，但你毕竟是个女人，朝廷的事还轮不到你做主。女人怎么了？你这辅政王才当了几天啊？位子坐热了没有？就开始想要欺负人了？你是看我家男人死了，觉得我可以任人欺凌了？辅政王了不起啊？我家男人没死的时候，还轮不到你他娘的在我面前吆五喝六的呢。要不要我现在就去皇陵，把我家男人挖出来，吊死在你们家门口啊？王妃，你冷静一下。冷静你爹个头！我刚死了男人，又死了婆婆，我侄儿刚死了皇叔，现在又死了祖母，现在什么都没有了。你们两个现在张口闭口的，又想把兵权也抢走，到底他是皇帝还是你们是皇帝啊？来，皇上，你现在就把龙椅让出来，一并交给他们父子俩算了。皇太叔，你是这个意思吗？皇上恕罪，臣不敢。是臣失言了。朕相信你们没这个意思。当务之急是皇祖母的国丧，你们下去好好准备吧。是。这朝堂再被他们父子俩搞下去，不知还会再死多少人。怎么样，让他们尽早闭宫呢？快了，我刚才给他们下了毒。就是你方才戳他们的时候。本来也想给那个宗正佑扎两下的，可是他比广成王冷静了许多。一旦广成王死了，宗正佑就孤立无援，身份也站不住脚，所以他们只能走逼宫这条路。我们不用再陪他们玩狠角了。李太医，我父王的迹象，你们对症下药，却始终不见好，有没有可能是中毒啊？从脉象上看，更像是中毒。青叔老朽无能，未能看出广成王到底中的是什么毒。此种毒性，老朽生平见所未见，闻所未闻。李太医，你是否知道还有哪些解毒高手，能让我父亲好起来？这种奇难杂症，相信当今天下也只有一人能解。是谁？无论多少酬金，我们都在所不惜。摄政王妃夕阳。李太医，有劳了，先下去吧。父王，本来还想慢慢来，等完全架空了小皇帝，看出异己之后，我们再行动。可现在看，父王，你不是说时机尚未成熟吗？可现在，如果我们不赶紧动手的话，就连机会都没有了。我们这么多年，绝不能让大爷付诸东流啊！5日后祭天大典，小皇帝会出宫，到时候……皇婶，你最近状态不好，今日的祭典可以不来的。皇上说的哪里的话？
你瞧，这广成王都成这样了，不也来了吗？皇太叔的确是身残志坚，朕用词不当，应当是鞠躬尽瘁。皇上过奖了。皇上吉时已到，请皇上移驾。恳请上苍庇佑玄州黎民百姓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。皇上，有刺客在哪呢？皇上，皇上，皇上驾崩了！皇上，吾皇万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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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皇上遇刺身亡，是我朝之憾，但国不可一日无君。我等即使再悲痛，也应立即选出新君。是啊，这是个问题啊！皇上年幼，尚无子嗣，先帝除了皇帝之外，也没有其他子嗣。至于兄弟，摄政王已故，先帝也没有其他手足在世了，那就只能往前顺了，推举太上皇的手足，也就是广成王。臣等附议，诸位肃静。太上皇遗诏在此，本王之幼子宗正佑，并非本王亲生子，而是太上皇托付给本王的正统血脉。由正统血脉继承大统，乃天命所归。臣叩见新皇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宗正佑接旨。臣叩见新皇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诸位若是有疑虑，可亲自验证这遗诏是否为真。内阁官，臣在。作为三朝元老，你一定认得太上皇的笔墨吧？是。这道遗旨是真的。这不就了？臣叩见新皇，吾皇万岁万岁万岁！放屁！广成王意图谋反，行刺皇上，借此机会逼宫。胡说八道！这里什么时候轮到你一个寡妇说话？怎么还不让我说话了？难不成被我说中了？幼儿是太上皇托付给本王的孩子，的确是正统血脉，这遗诏为真，由不得你质疑。我从来没有质疑过这道遗诏的真假，我质疑的是你们俩父子筹划多年，意图篡位。本王没做过的事，由不得你胡言乱语。你先是谋害西家，削弱摄政王的势力，然后在皇上出宫时意图烧死皇上，再在围猎时埋伏摄政王，这一步步，你想斩除所有能够继承大统的人。胡扯！来人，将他拿下！是，我看谁敢动他一根头发！这王来了！摄政王，摄政王！哼，你宗正宇，摄政王，你竟然没死，怎么可能？你当然希望我死。当初你派兵去劫杀我，我的目的就是让你看着我真正的死去，这样你们才会如此的笃定。你不要血口喷人，子虚乌有的事，任由你说破了天也是没有。带上来！放开我！皇叔，你和宗正佑所做之事，桩桩件件经过上百人之手，如今人证全在这，我看你们还怎么抵赖？说。是，都是他们父子俩指使我做的。我是欢喜楼楼主的师妹，江湖杀手榜上有名，柯晴。这么多年，我一直都在为他们二人做事。这西家是我祸乱的，皇上和摄政王也是我派人去杀的。你为何帮他们卖命？因为我早就知道宗正佑是皇族正统血脉，而且他许诺过我，只要登上帝位，
我就会是皇后。这皇后可比摄政王妃权力大多了，我为何不行动？难道你没有听说过过河拆桥、卸磨杀驴吗？男人最擅长的就是给女人画大饼，让女人死心塌地的为他冲锋陷阵。你还真以为这个大饼能送到你面前啊？舔狗，舔到最后一无所有，你明白吗？你诓我！他说什么你都信是吧？就算最后他真当上了皇上，这皇后的位置也轮不到你一个江湖杀手的身上。为了稳固政权，后位和妃位都会分配给有家族势力的大臣之女。要我说，别说皇后了，最后你还是会被杀人灭口，永绝后患，因为他掌握了你所有的犯罪证据。他一面之词，岂可采信？本王有理由怀疑是宗正宇想谋夺皇位，故意设局陷害本王和幼儿。他带来的这些证人，也都是他收买的。诸位朝臣，你们家中家眷老小都被本王的人好好看管着了，你们今天应该选择站在哪一边，心里要有数。皇叔，我劝你别做梦，你能想到的，你以为我就想不到吗？各位大人放心，你们被广成王困住的老小，已经被王爷派人给救出来了。皇叔，你安排在门外的兵已经被御林军团包围了。宗正宇，你莫要欺人太甚！摄政王执政8年，最有资格继承大统。臣等附议。广成王宗正佑企图谋反，极罪当诛。来人，给我打入大牢，听候问斩。是。爹，今日就算轮不到我，也不能便宜了你。受死！呀！宗正宇，你故意诈死，这是为了等到今天安排人手射杀皇上，因为只要皇上死了，能坐上龙椅之人必剩下你一个。废话少说，他宗正宇才是谋害皇上、谋权篡位之人。你们难道要拥立一个弑君之人上位吗？皇上怎么？皇上，宗正佑，你说错了，射杀朕的这个局是朕自己谋划的。你竟然也没死！朕早就猜到你们心怀鬼胎，想谋权篡位。你们做的最错的一步，就是把皇祖母毒死了。若不是这一步，朕还想不出这种方法逼你们现出原形。什么？太皇太后都是他们毒害的？这也不难理解。若太皇太后还在，定然会保护皇上，绝不能让宗正佑继承大统。皇上真是年少有为，所以从宗正宇死的时候开始，你们就开始布局了。没错，皇叔的死是布局。皇叔死后，朕特意扶持西甲，也是为了让你们着急。朕假意让你们辅政，是为了让你们把权力攥在手中，想尽快夺位，野心膨胀。这孩子真长大了，都学会杀人诛心了。皇太叔企图谋朝篡位一案，若朕就这么下定论，众卿可能会不服。朕决定将此案交至大理寺、刑部、宗人府3堂会审，朕亲自督办，必定会把所有证据摆在你们面前，大白天下。皇上英明，皇上英明。这下好了，我死去的丈夫终于可以光明正大的回来了。你难道不是在遗憾没得偷情找刺激了？又被你猜到了。皇婶，你真要走啊？把我撇下，不带我玩？皇上，你别整这死出，跟个怨妇一样。
朕亲政之后才发现，以前那么轻松，不过是有皇叔负重前行。皇叔啊，你就不能再摄政几年吗？皇上，你可不能说话不算话啊！你答应我的，让我们两个云游四海，我可不能把他再让给你。皇上现在已经可以独当一面了，臣很放心。你拿不准的事儿就找我大哥，遇上需要武力镇压的就找我二哥。臣必定为皇上分忧。还有啊，你现在当务之急的是应该找一个媳妇儿。不是，夕阳，咱说的是一件事吗？当然是一件事了。你看啊，我跟你皇说，我们两个出双入对的，你也得赶紧找一个，这样就有人陪你玩了。皇叔，你就不能管管皇婶吗？你看臣什么时候管得了他？哼。去！太好了，终于可以浪迹天涯了！去！王爷，有人拦车！夕阳，你答应过我的，等事情结束后要陪我浪迹天涯。夕阳，你答应过我的，等事情结束后要陪我浪迹天涯。颜佩，你的腿刚好七七八八的，至少要修复半年才可以。你现在东奔西跑的，那我之前对你的治疗不是白费了吗？谁知道你现在一走，还会不会回来？要不你和我们一起？你不吃醋，就不怕我把夕阳撬走？就你？那是我不想，不是不能，明白吗？好了，别叨叨了，我们走吧。你回去休息。哼，宗正宇，之前我腿伤的时候，我们总是打成平手。如今我腿好了，我们公平比武。倘若你赢了，我不拦你；倘若你输了，夕阳就陪我浪迹天涯。如何？敢不敢比？好啊！呀！你们要打到什么时候啊？希望你愿赌服输。本座没说。罢了，本座回欢喜楼了。宋正宇，你真的一点都不吃醋吗？我和你是要过一生一世的，我当然不能被那点小风雨给影响了。那还差不多，哪有什么小风雨啊？颜佩他就是爱玩，故意惹你的，你别上当。夕阳，我是很想独占你，但是你不是死物，你是一个人，你是风之所扬的夕阳，你天生就不该受到束缚。你就像风一样，我想让你随风飞扬。没想到冰山摄政王居然进化出来一张会说情话的嘴了，这么会说情话，还不是跟你学的？我可不能被你比下去了，到时候该配不上你了。宋正宇，我更爱你了。夕阳，我也爱你。恭喜王爷王妃
喜得世子。辛苦你了，我的王妃。这才卸货，才刚刚开始呢。王爷，任重道远。没事，咱们夫妻同心，齐心协力。还要休戚与共，白发齐眉。